哎呀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最近加拿大迎来了一波酷暑，高温，气温竟然达到了令人发指的32度。就32度对于咱来说就还行，都能活，但对于他们来讲，灭顶之灾。昨天我老公他们一家人，一个溺水，一个脑震荡。我本来还愁呢，我寻思我最近心情也不是特别好，身边也没有啥段子，拍啥视频呢？结果我嫁的这家人就是素材往我脸上拍，不分享了白瞎。是这样的，就我的公公和婆婆最近失去了一个很重要的亲人，整的他俩就非常想立遗嘱。你别看他家条件一般，就他家住这房子，这个房贷老两口子还到75岁。但是俗话说得好啊，这个经济纠纷和有没有钱没有关系。豪门恩怨多，股份豪宅和豪车，寒门不消停，二手裤衩高压锅嘛。那划分的那个细致啊，给我都整震惊了。你不知道的以为硅谷都他家的，洗衣机给我大姑子，烘干机给我小姑子，电视机和厨房用品给俺家。哎妈，我一看给俺家全中国产的，到时候真有点啥事儿，我俩还得飞到加拿大去领取留给我们的义乌产的擀面杖，义乌产的擀面杖。结果他俩去立遗嘱的那天，还没等出屋呢，出事儿了。我有2个小姑子，在这里我就区分他们为大姑子和小姑子。那天呢，是我的小姑子第一天到这个新的地方来工作，第一天刚上班，她单位就给我婆婆打电话说你女儿脑震荡进医院了。我小姑子这份新工作呢，她的 title 很好听，是一个什么什么福利院的执行督察，但实际上呢，就是看管一屋子这个智力缺陷人员。平时吧，这屋人也是就是挺静默的一屋人，可以控制得住。就最近可能是太热了，而且他们很多地方室内都没有风扇和空调，就燃起了他们内心的一股聒噪。然后这其中呢，就有一个病人是个拳击爱好者。我小姑进屋的时候呢，人家给介绍这是我们的新的工作人员，完这人就躲在了墙角后边，拿大拳击套等着呢。我可怜的小姑子刚进屋，还跟大家来了一个友好的开场白。大家被这该死的酷暑击中了吗？结果转角遇到爱了，正往屋走呢，一个大拳击手套，梆一个电炮，当场晕厥了，直接送医院了，脑震荡。当初他选这工作的时候还跟我说找这工作呀，就是图个清静。然后啊，我都不白话你，当天下午同一天，我的大姑子溺水了。她这个溺水的原因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，就因为天热嘛。你知道那种儿童游泳池不？儿童游泳池充气儿的。我老公寻思天热，让我女儿玩水解暑，就把这个充气气儿放院里了。那个水充满啊，就到咱膝盖以上，都没有东北澡堂子水深。然后呢，我的大姑子也觉得太热了，也上这里来泡着降温去了。泡觉得挺爽，还拿了一瓶冰镇啤酒。结果喝完这啤酒呢，过度放松了，在里头睡着了，睡就出溜进去了。然后我女儿跑院里一看，喊她爸说：“爸，你看我姑自己在那憋气儿憋这么长时间，怎么不吐泡呢？”然后我老公跑院里把她妹妹给拎出来了。好在我老公会溺水人员的现场营救啊，就是为什么呢？是说到这儿也是很神奇，就他以前打过一份工，这是世界上最孤独的工。就他以前在奥林匹克游泳运动员训练的场馆穿过马甲当救生员，当了6个月，都做出腰托了，没下过水。给奥运游泳冠军当这个泳池救生员，这是一个多么讽刺的工作。这个工作摸鱼容易，摸人难呐。那现在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能了，他就把他妹妹捞出来救过来了。然后我就听我婆婆给我讲这一天之内发生了多少抓马的事儿啊！但说实话，我怎么就很难由衷的表达我的慰问和关怀呢？我的真实感受就是，他们咋活得这么费劲呢？就是那话咋说的呢？我真的栓 Q。然后我就问我说：“那你俩这遗嘱最后立没立呀？那你家擀面杖我可正经挺惦记的，别到时候因为争这个打起来。”我婆婆说：“啊，那最后我们没立。我们后来想了，可能我们当时就想多了，死亡其实离我们还是很遥远的。我当时就想，看你怎么活吧，在你家忽远忽近这个事儿。”前2天我发了个视频，说的是温迪把在中国带回加拿大的香用来给老太太过生日，给人家当蜡烛，场面非常瘆人这么个事儿。大家说是不是假的？我现在在这解释一下啊，它是假的，它非常假。到底是咋回事呢？我跟你说，温迪确实从中国带回加拿大好几捆香，然后赶上你靠姑姥过生日，把香点上给人家当的蜡烛。第2天我小姑你扣就给我打电话说，我妈昨天老逗了，这香当不了蜡烛吧，嫂子？我妈给我姑姥点这个蜡烛，她点不亮，她也吹不灭呀。我一听天降素材，我说这事儿太好笑了，但是就靠我嘴这么说，他根本就反映不出来这个好笑的程度，就无法用画面呈现。我就跟温迪说，温迪，我求求你，我拜托你，你把昨天的情况给我再拍一遍，情景重现。温迪说那拍不了，姑姥走了。我说这死心眼儿呢，大街上随便找老太太。温迪说哎妈，你当铁岭呢？那加拿大这地方，你街上随便找个人都费劲，还随便找老太太。俺家这条街6栋楼10个人，我是最老的。我说咋这么死心眼儿呢？你家这条街上没有，你就去下一条街上，越老的越好。温迪说俺家下一条街是殡仪馆，找老太太是容易，往回领难。
他说的这还真是真的，我去过他家，他们国家安置这种特殊场所非常随意。我说我吧，我只在乎你是怎么拿香给人当蜡烛，然后吹不灭的，我不在乎老太太。温迪听不懂，人上公园找老太太去了，倒挺敬业，逮着老的就上去跟人搭话。他老头布莱恩怕温迪被人当成卖假药的给逮捕了，一直在他身后给打掩护。俩人呢跟黑白无常似的，满加拿大抓老太太，满加拿大抓老太太。最后我就说，我说你这也太费劲了。我最后说一遍，我不在乎那个老人，他是个人就行，女的就行，女的就行。温迪明白了，温迪说，哎呀，那你早说呀，我费这个劲呢。我又忘了俺家这几个外国人，他听话只纯听字面意思。温迪一听是女的就行，找到了他侄儿的媳妇爱丽丝。爱丽丝今年31，我小姑子你看我看着爱丽丝都懵了。姑姥不是我姥爷的妹妹吗？我姥爷和她是妹妹，长得不能说一点不像，只能说毫无关系呀，毫无关系呀。但是我不知道他找的是谁呀，我就听说找着了。拍摄的时候，我说我需要给这个老人看着这个吓人呼啦的香的一个反应，抓他一个表情，你别不拍他呀。温迪说，我拍他了，我拍他了。结果最后视频就拍成了这个样子。温迪也算尽力了，但是我以后真是不敢考虑找他们一家人帮拍视频了。他还累够呛，但拍那玩意儿全穿帮。今天张大姐第一次去幼儿园，这种重大时刻，我得亲自用 OPPO Find N3折叠屏拍，哈苏人像拍的更好看，背景虚化自然，拍出拿铁小点细分，还能同时打开3个全屏应用，导航回家，同时可以点外卖回信息。饭点好了，马上到。张大姐经过很多波折，今天终于入园了。他们班加上她一共3孩子，一个叫迪伦，一个叫威廉。拿铁进屋跟人说话，人家没吱声。老师说，拿铁另外2个同学都刚刚2岁，还不咋会说话，语言萌芽期，你要多跟他们说话啊。张大姐说行，然后非常淡定的屋里扫视一圈。这时候我就得走了，我以为我走她肯定得哭，她姐当年整整哭了1个星期。结果我说妈妈走了，你是最坚强的哦。她看我一眼，一摆手，连正脸都没给。2个小弟弟刚学说话，所以你要注意点你的口言。啥这个啊？你不要跟他们说东北话。学谁呀？我爷爷，我爷爷。今天贾耀达过生日，他最近新结交的一群小朋友要一起去滑冰，我和他爸也带他去了。到了那儿之后，有个小男生和他爸滑冰特别厉害，短道速滑，身手非常矫健，英姿飒爽。贾耀达就看了他爸一眼，我说你别吱声，你只要敢问，你爸就敢会，到时候跟炸雷似的，你也别找丢人。我俩以为能躲过这一劫呢，结果我大胖媳妇人自己上去，还跟大家报个幕。我跟他们父子的兵种不太一样，我练的是花滑，我拼的不是速度，是那种就是更复杂的、更有表达的东西，羽生结弦知道吗？就是那种感觉。然后他就开始了他的表演，下面请大家欣赏羽生结弦的未知师兄羽生结节的花样滑冰表演。炸雷，炸雷，炸来呀，炸来呀，哪个经济轮大锤呀，大锤呀，大锤呀，哪个经济轮炸雷，轮大锤，轮大锤，哪个经济轮炸雷，轮大锤，轮大锤，老头你好瞎逼嘞！炸来呀，炸来呀，哪个经济轮大锤呀，大锤呀，大锤呀，哪个经济轮炸雷？哎呀妈呀！我说这是一种什么花样滑冰呢？他说花样滑冰讲究一个跳一个转，跳有没，转有没。你说他啥也不是吧，他有一点莫名的童子功在身上。你说他滑得好吧，又感觉那童子功让童子尿给憋着了。然后我就问他，我说你说实话，你为什么要上去？渤海都震了，没有人强迫你。你说周围一圈人站那笑话你，你不觉得丢人吗？我老公说那有啥的？你看跟谁比呗？你非找那个比我厉害的，那永远有。那我还不跟他们比呢。今天在我女儿过生日之际，我是在用实际行动向她示范，你做的所有事儿都不是为了达到别人的标准和期待你才做的。我被他们笑话了能咋的？我把他们惊艳了又能咋的？一会儿时间的时候能多打个蛋挞，我滑的挺开心，你挺开心，女儿挺开心，完事儿了呗。你周围那些人除了滑冰场谁认识谁呀？我觉得他说的挺对，